大家好，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和各位分享，这个佛教徒呢，是否应该要茹素？这个吃素呢，是持斋戒，在我们佛教来讲呢，是非常推崇而且提倡的。在很多的大乘经典当中呢，许多都是佛陀教诫我们一定要爱护众生，尊重所有众生的生命啊，因为佛教都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就是众生跟我们只是差异在外在形体投身于有别啊。像我们佛教讲六道，六道哪六道呢？就是有天、阿修罗、人道，这是属于比较善的三个善道。再来呢，下三恶道呢，就是属于畜生、恶鬼以及地狱。所以提到这个吃素，在我们人间呢，在过去呢，长久的一个传统历史的渊由，就是一个认知概念，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吃肉才有营养，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色身。所以在于说我们要不要吃素，还是该不该吃素，这个要不要呢，是比较趋向于是自发性，那该不该呢，就是属于比较强制性。在佛教来讲呢，在楞伽经当中呢，经文呢就有很明确的有跟我们提到，就是所有一切的肉啊，这些有血肉是由无量的因缘聚合，菩萨呢在这当中呢，必须要长生悲悯，不因啖食。这个佛陀就是这么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在生死中轮回不息，迷不成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爱事使，一生而受鸟兽等身，云何于中取之而食？大会菩萨摩诃萨观诸众生同于己身，念肉皆从有命中来，云何而食？所以这个经呢，楞伽经是佛陀呢在跟这个与会的大众其中一个大会菩萨摩诃萨就是来开示呢这个我们众生跟这个所有其他众生的因缘。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刚刚提到说，经文说生死轮回当中，所有的一切的众生都很有可能过去生中曾经跟我们是眷属、亲朋好友的因缘。所以有些人听到这样子呢，反而会有一种畏惧心，而且甚至有些人是排斥心的，比较唯物主义的，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众生的肉本来人生来就是应该要吃这些鸡鸭鱼肉，这些水里游的或者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这个是一个过去的概念性模式所造成我们人类行为的发展衍生的这个模式不断的运转。但是这个概念呢，是否是真正是对的呢？其实以现在我们整个大环境来讲，现在全球暖化，很多暖化最大的因素是在于要蓄养非常大量的这些动物不管是猪啊、牛啊、羊啊，这些供给人类所食用的这些动物的肉光是这个排放废气是非常惊人的，我在这里也不需要去多详细的注解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是在现在21世纪呢，环保人士呢非常着重于在于吃素。吃素这个概念已经不只是限于是佛教徒它已经是打破了这个所谓同温层不是佛教徒，很多他只要是爱地球、爱动物，对动物呢有产生一份的这个爱护心怜悯心的呢，他们会自然而然的他们会吃素。那在佛教徒来讲，佛教呢
本来就是以慈悲仁爱他人之心，这是一个启发点来修行。所以在楞伽经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不食一切众生肉，就是刚刚经文呢最后呢这个重点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就是想要发愿呢，从凡夫地想要成为做一个菩萨。菩萨是什么呢？能够帮助他人，不伤害他人，能够给予他人就是协助的，这样子就是一种舍小我为他，这种以他人为主的总是不是自私自利想到自己的，就是菩萨。那菩萨呢，他就是发一个就是想利他人的心。那成佛呢，那就是一定要做菩萨。菩萨呢，它就是一个基础，就是要先发一个慈爱他人悲悯他人的心。所以我们慈爱悲悯不是对境只有是人，或是只有我们认识我的自己的这个父母亲眷，还是认识的朋友，不是的。在我们佛法来讲，所有六道的众生，他们不断在轮转轮回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无明惑业，就是业力所牵使呢，造成他投生到下三恶趣。刚刚讲到其中一道就是畜生道，就是投生为动物。所以动物界的众生是非常可怜的他如果是投生在野生的呢，他还是可能他比较不会被人家蓄养大量繁殖的这样的养来作为人类的餐食。如果他投生到就是在这种屠宰场也好，这种大量养殖业的，他投生到那一种环境，他的生命呢就是只是成为人的一个食物。所以他这个一辈子生命非常的短，而且过程当中呢也是非常的痛苦在蓄养的当中这个过程呢是非常残忍的。那所以呢一样是生命，但是呢他们这样子一个生命周期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被宰杀。所以为什么很多现在推崇这个养生的人呢，他们也不一定是佛教徒，他们呢是注重这个身体是否健康。这吃素呢确实对这个身心灵的养生平衡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肉质的这些食品呢，它是比较粗重的蛋白质，植物性的蛋白质它是比较精致的细致的，比较容易被人体所吸收代谢。而且呢在刚刚提到说这些动物被大量繁殖养育在这种非常不好的环境当中，本身它这个生命就是非常不开心一出生呢就是很不开心，然后被人家灌食，然后要打各种抗生素激素，到最后呢就是要进入这个屠宰场，被这个机械或是被人来宰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生命它是处于一种非常焦虑，而且没有安全感，而且很痛苦不安到最后是要被宰杀的那一刻呢，它是非常的痛苦的，愤恨不平的。所以这些众生他们都还是有灵性的，他还是有感知的，他跟我们人是一样的。他不会是因为说他不会讲话，他不会说我很痛我不要死那我们人类呢就能感知到他众生这个的痛苦，没有办法，除非我们有能够解读动物的这个语言的能力。但是你从这个动物到最后被宰杀那一刻呢，它是非常痛苦的，而且甚至有些会掉泪的你就知道说这些动物真的是万物皆有灵。儒家呢就是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我们在这个佛教也有所谓比较方便善巧叫三净肉。这三净肉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不为我杀，这个众生他的死不是因为我想要吃他例如说今天一个人他走进一个餐馆
餐馆里面呢，它可能有一个就是生鲜活鱼三吃，类似这样子的。那他走进去之后，他看到一个很大的龙虾，还是一个螃蟹，他就点了那一只。然后最后大概10分钟之内，就一个这个餐肴呢，就端在这个面前。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了这个人而死这是不行的。第二呢，不见杀就是说佛教徒呢不能吃这种在你面前看到这个众生痛苦而死的这种肉。不闻不见，不为自己，这有3个条件，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然后呢，也不是因为自己想要吃这个众生呢，而众生为他而死，所以这叫佛教的3净肉，这是有开源的。但是呢，其实话又说到刚刚21世纪呢，这个全球暖化，所有的这个碳排放量是非常超标了，所以我们的地球呢，处在一个是发炎的状态。发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直在发热，就像人如果一直身体发炎，到最后就会有癌症所以你看现在全球暖化非常极端的气候，很多时候呢没有风调雨顺，有雨的时候呢又是非常非常大的雨，造成所有的洪灾，有一些人员的伤亡。另外呢，在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祖师都非常提倡就是茹素放生。其实呢，我们从每一个人自己每天开始呢，就可以做这个非常好的放生，就是什么？成为这个素食者。因为当你的口，就是你的嘴巴吃进去的呢，是很素，那你的心呢，也会更为调柔其静。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常说，这个持咒念佛的人也不可以吃5辛最好也能够断肉不吃肉，来这样修持呢？这个是会得到善神的拥护。这在楞严经当中也是有指出非常明确的说，我们佛教徒要断5辛才能够得到定力。因为吃5辛吃肉这些都是比较属于会让我们的气乱窜，尤其肉呢吃多了呢，身体就会沉重没有办法感觉很身心很轻盈的感觉。所以你可以去发现，可以看得到，很多人现在其实也是为了身体的这个美态就可能说不要变得太胖就会吃素，其实都是有根据的。因为呢，吃太多的肉，让我们呢，其实身体是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刚才就说了，我们呢就是尊重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也是出自于大般涅槃经当中，佛陀跟我们开示过，一切众生皆具有成佛的本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天天呢自己期许能够少吃一顿肉，能够呢去保护生命，尊重生命。因为当你呢能够口述呢，你的心也会良善，你的心也会柔软，你更能够贴近众生的感受。所以我们学佛不是就是要从这样子去体悟吗？去感受吗？所以我们在这样子慢慢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能够这样子来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说我今天呢一张开嘴，我就是在做好事。什么好事呢？我断了肉，我就是断去了跟众生结恶缘的一个因。你可能会想说，哎呀，我也没有吃很多肉也不过就是吃一点点而已。但是积少成多，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千百年来碗里羹，怨声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这个共业力所谓刚才我们讲说，所有一切无形的业力呢，有善业跟共业。所以当你心一启动了这种柔软心或者是爱护地球、爱护动物这种柔软关注他人的心，你这个心一启动了之后呢，
你就开始把你的心量扩大，而且同时你断去跟众生结恶缘的这个共业力。我们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除了刚刚我讲的，在佛经的典故，不同的经典都有在跟我们诉说，吃素呢能够积累这个善的因缘啊，这也是一种福报啊。所以你发一个心愿，能够减少伤害一个动物，就是跟这个众生结下了善缘啊。因为这点滴都是肉眼看不见，它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福报。那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较顺遂，不会常常呢产生很多的违缘啊。那其实我相信呢，很多吃素的人都有他为什么想要发心吃素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了佛，也有可能不一定是学佛，也有可能有其他还愿的因素啊，而发愿吃素。总之呢，百种不同的心愿发出来呢，我们总目标就是为了不伤害众生。我们不一定要花钱去买这些鱼啊什么去放生啊，我们其实天天自己就可以身体力行，用这个嘴巴少去吃一些肉啊，甚至断肉，我们就是最好最广大的放生。你也跟众生结下非常大的福德善缘啊！我们学佛不是就是要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吗？所以我相信呢，听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吃素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方便法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没有这个贵人相助啊，好像生活有一些曲曲折折、一些坎坷啊，或是障碍啊。其实我们如果每天呢，能够发心啊，来少吃一餐肉，甚至一周发愿都如素啊，甚至呢如素发愿1年半年，或是不等，这些都没有关系，甚至终身发愿如素，这已经不是佛教徒不佛教徒的标签了。我相信只要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21世纪的我们叫做地球公民呢，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每个人要把这个责任要担起来。想到这些众生很可怜我们不忍心听到他们看到他们被宰杀，最后变成人类的食物，他们可能本来也都是一条生命那如果呢，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心境、心量广大的去缘念、去想，就像刚刚楞伽经讲的，6道众生过去生太多不同的轮回真的很有可能过去生中这些众生都跟我们有结下因缘所以我们不要啖食众生肉，我们就会减去了结这个恶缘的起因。吃素不仅是让我们的口素心善福报增，让我们的修学佛法的慈悲心增加增广，量更大的去缘念所有不同道的众生。我们就先从能够断除自己的口欲，这个口欲呢就是吃肉，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很好我们自己开始慢慢的去练习。所以这个吃素我们这种功德呢是随时可以做，我们不一定要有钱去捐去印经书，或者是去放生动物，我们天天自己都可以以身作则的来做这个非常好的善行，就是从我们身体从我们的口欲开始做所以我们佛教徒就是要在身口意3门。身这是身体嘛，身你有靠很多，就是嘴巴嘴巴我们讲好话那我们现在要断肉，我们就不伤害众生，爱护众生，尊重众生，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结很多好的众生缘。在整个更广大的来讲呢，现在的世界非常的动荡不安，到处都是战争，人心惶惶的为什么有战争？就是众生的怨气太强了
啊。所以为什么不要有刀兵劫，就不要有那个祖上肉，就是砧板上切的那些肉，这样子从这里开始做起。我相信呢，这个不管呢是在方方面面在自己自我的福德增长、善缘增厚、结缘更广呢，而且我们在自己内修禅修禅定呢的这个身心调和定境呢，还有我们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好的一个转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有好运？首先呢，我们要从自身开始做起。自身开始做起可以怎么做呢？做好事，看到别人需要帮忙也举手之劳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怎么样？发愿吃素，就是呢不伤害众生，不让众生因为我们要吃它而死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善行。那我们的命运呢就会慢慢的会改善，而且呢会更为顺遂，更为光明那这个吃素与否呢，我相信是很多人很想了解，而且也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刚刚有提到了，我们可以呢不需要一下子就是发愿完全断除，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渐进式的发愿。这个愿力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你不要小看这个愿力，它是非常非常穿透这个时空，穿透这个有形的穿透这个三界的。所以这个愿力呢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当有这个愿力发下这个好愿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我们自己周边小的这个环境也会整体的会变好。我们周边小的环境好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社会国家包括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会越变越好这是一定的。所以呢，我想呢，今天在这个影片很简短的和各位分享这个茹素或吃素的利益，或是我们是否应该吃素呢？我相信有智慧的你应该知道答案咯。那今天在这呢也和各位做这个部分的分享，那希望下次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你们也可以这个留言在我们留言板下方我们都会去看你们的留言，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是疑惑的话。同时也希望各位在各个社群媒体不管是 LINE WhatsApp 去帮我们做转发，那同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转发一个出去呢或许有些人就因为你这个影片而得到了人生的转捩点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一个指头的功夫。那也祝福大家身心清安一切吉祥平安，阿弥陀佛。